很多人來到豐都都會遊覽一次豐都鬼城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就在它的旁邊還藏着一座被徹底遺忘的廢棄景區，它就是鬼國神宮。這裡曾經斥巨資打造，一度熱鬧非凡，如今卻只剩下滿地荒涼。一進門就是2排陰森的石像，深處還立着巨大的豐都大帝石像。今天我們就走進這座被人拋棄的陰曹地府，看看這些石像都是誰，有什麼來頭？這座景區到底花了多少錢，開了多少年，又為什麼說沒就沒了？一眼望過去，這2排石像看着特別有壓迫感，就算是大白天看到這樣的場景呢，都會覺得背後發涼。前面這2尊是一樣的，看着像四不像。來看它的頭呢，說是獅子又不像獅子，而且就在旁邊呢，還長出了2張臉，這邊1張臉，那邊還有1張臉，就在這下方還有1張小鬼的臉。先來看看右手邊的這一排，這第1位呢是一手拿着筆，一手拿着本子，正在記錄誰辦了好事，誰辦了壞事。這就是傳說中的生死簿，他是豐都4大判官之一。他的真名呢叫崔珏，字子玉，是隋唐时期的人，輾轉在多個地方做過官。為官期間清正廉明，剛正不阿。傳說他死後成為了民府的判官，執掌地府的陰律司，能夠日審陽，夜斷陰。這就是他的經典形象，頭戴青雉紗帽，穿圓領紅袍，左手拿着善惡簿，右手拿着生死筆。如果在下面遇到他，就不要想着賄賂他了，因為他是一個清官。來看前面這一位，他的脖子特別長，也是右手拿着一支筆，左手拿着一個本子，看上去呢不是凶神惡煞的表情，反而是很慈祥。這也是判官，他是善判。雖然沒有前面這位判官有名，但是他的真名絕對是如雷貫耳。這就是李世民和龍王都畏懼的人魏徵。傳說他呢白天輔佐唐太宗治理天下，晚上會化作地府的判官，主管賞善事。他的形象呢就是比較和藹可親。他拿的這個本子呢是叫做善簿，右手拿的筆是叫做紅珠賞善筆，記錄人間的善舉。能夠在他的本子上出現的名字都是幸運善良的，下輩子投個好胎，生活在一個富貴人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。再來看前面這一位，面相呢非常的兇惡，張着大嘴巴，不怒自威，連鬼看了都害怕。他的名字呢就叫牛角。這一位就更加的恐怖了。來看他的肚子是被破開了，而且裡面呢還露出一張鬼臉。他的名字就叫做開肚。來看一下這一位，他是手拿一把寶劍，他的名字就叫做持劍，護衛陰都大帝，懲處惡鬼，維護鬼國秩序。這一邊一共是5位，另外呢還有5位。過來看看，這第1位只有鼻子沒有臉，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無臉，但是他的肚子上呢卻有一張特別大的臉。來看一下這一位，他的臉呢特別瘦，瘦得只剩下骷髏骨了。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壽官。來看他的眼神特別尖，他在陰間的工作呢就是專門記善惡賬，不管你這輩子做了多小的好事，多不起眼的壞事，他都一筆一筆給你記下來，一點都不帶漏的。他就是想告訴大家，別覺得小事沒人看見，舉頭3尺有神明，善惡到頭都有賬。這一位呢，他臉上是長了很多麻子，他的名字呢就叫做麻官。他的任務就是算總賬，你一生行善多少，作惡多少，功過相抵之後還剩多少，全由他來算。算完了就知道你是該享福還是該受罰了。做人不要耍小聰明，老天自有公道。來看這一位是長得凶神惡煞，橫眉怒目，他就是專門抓壞人、抓惡魂的。面相越凶，震懾力就越強，就是讓那些做了虧心事的人一看心裡就發慌。他不管你生前多有錢多有權，到了陰間該抓就抓。這一位是叫做刑官，他就是負責執行刑罰的。18層地獄裡的那些懲罰全歸他管。他面相硬，氣場強，就是告訴你作惡多端，到這裡就得受罰，沒什麼情面可講。
這兩排石像其實不是為了嚇人而嚇人，景區的核心呢，就是勸人向善。只是放在這廢棄的景區裡，風吹日曬，而且上面呢還長滿了苔蘚，反而是多了一層陰森荒涼的感覺。穿過這兩排石像之後呢，現在順着台階往上走，你就會被一尊巨大的雕像給鎮住。這就是整個鬼國神宮的主角酆都大帝。這尊雕像特別大，他是帝王打扮，頭戴冕旒，身穿黃袍，端坐在高台之上，眼神往下看，不怒自威。站在下面往上看，人會顯得特別渺小，那種壓迫感特別真實。很多人可能會問，酆都大帝是誰？跟閻王是什麼關係呢？簡單說，酆都大帝就是陰間的最高統治者。我們平時說的十殿閻王，在他面前呢，都算是下屬。道教裡他叫北陰酆都大帝，總管整個陰間地府18層地獄，10殿閻羅，判官無常，全歸他管。地位就跟天上的玉皇大帝差不多，一個管陽間，一個管陰間。傳說他最早是在酆都的平都山修煉成仙，所以酆都才會被叫做鬼城，才會成為全國鬼文化的中心。唐宋之後，酆都大帝的信仰越來越盛，大家覺得這裡就是地府的入口。這尊雕像之所以做得這麼威嚴，就是為了體現他的公正無私。在他面前，不管你是富豪、權貴還是平民百姓，生前做過的事都要被拿出來對賬。善有善果，惡有惡報，沒有例外，沒有後門，更沒有人情可講。這尊雕像放在當年景區最中心的位置，也就是整個景點的靈魂了。前面所有的石像、黃泉路、奈何橋，都是圍繞着它展開。現在景區荒了，大帝的石像呢還立在這裡，風吹雨淋，身上長滿了苔蘚，反而更有一種說不出的肅穆感。看完了酆都大帝石像之後呢，現在我們沿着階梯繼續往上面走，正式進入到鬼國神宮裡面來看看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也聊一點現實的。這麼大的一個景區，當年到底花了多少錢，又火了多久？先來說說投資。鬼國神宮啊，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建起來的，1993年正式開門迎客。在那個年代啊，絕對是個大手筆。核心景區的建設，網上有流傳說花了幾個億，其實沒有那麼多。真實的數據呢，是花了2300萬。別用現在的眼光看，90年代的2300萬啊，相當於今天的幾個億了。錢主要是花在了雕塑、建築、內部場景、燈光音響、各種機關特效上。當年號稱是全國最大的動態鬼文化景觀，再加上後期的配套宣傳、周邊道路什麼的，整體投入就更高一些了。然後再來說說運營的時間，從1993年開業到2015年徹底關閉廢棄，前後一共運營了22年。這22年可以分為2段，前10年是真的火，那時候三峽旅遊正熱，酆都又是知名鬼城。鬼國神宮這種沉浸式、強刺激的景點一出來，遊客多到擠不動。節假日啊，更是人山人海，門票賣得飛快，周邊的小攤小販啊，也都跟着發財了。但是大概從2000年以後，人氣就慢慢往下掉了，越往後就越冷清，最後乾脆沒人來了，景區維持不下去，只能關門。一荒就是荒了這麼多年，很多人走到這裡都會發出感慨。這麼大的一個工程，花了這麼多錢，怎麼會變成一片廢墟了呢？其實也不是突然倒閉，而是一點一點拖死的。原因特別現實。第一就是內容太單一，只會靠嚇人，缺乏文化底蘊。當年建這個景區啊，思路也是非常簡單。鬼城嘛，就是做點恐怖效果，燈光暗一點，音效怪一點，雕塑凶一點，讓你進去尖叫就完事了。但是遊客呢是會膩的，第一次來覺得新鮮刺激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就沒意思了。而且他只做了嚇人，沒講明白鬼文化背後勸人向善的道理。等大家過了那股新鮮勁啊，自然就不來了。開了20多年，裡面的雕塑、燈光、機關、電路全老了，有的雕塑破了、掉漆了，有的燈光不亮了，有的機關卡住不動了，遊客體驗越來越差。
口碑自然越來越爛。第三，出過嚇人的傳聞，口碑直接崩了。當年傳得很兇的一件事呢，就是有遊客在裡面被場景嚇得太厲害了，然後呢就發生了不好的事。傳出去之後啊，很多家長就不敢帶孩子來，膽子小的也不敢來了，遊客量直接斷崖式下跌。第四，賺不到錢，就更沒錢升級了，陷入了死循環，人越來越少，門票收入撐不住運營的成本，沒錢維護，景區就越破，人就越少，最後連工資都發不出，水電費也扛不住，只能關門大吉。這裡就是鬼國神宮的大門了。來看一下，這裡呢總共是有3道大門，這一道是人門，中間這一道呢是神門，這一道是鬼門。但是現在就只留了中間這道神門啊，是半敞開着。那現在呢，我們就從這張鬼臉的嘴巴這裡啊進入，來看一下這座大門啊，是做得特別的恐怖，上面呢還有4顆獠牙，非常尖銳。那進入這道大門之後呢，就要開始探秘了，因為這裡面呢是完全荒廢的狀態。一進來這裡面呢，就聞到一股泥巴的味道。這裡還寫着幾個字呢，怕鬼，你不該來。哇，這個門呢也是破敗不堪啊。現在進入這個房子裡面來看看，要慢一點啊。這裡面是埋了好多地雷啊。慢慢走，要看着腳下，因為這裡荒廢太久了。這後面好像是有一張鬼臉哎，走進來看看，還有一些牛糞。哇，這個地板都開裂了，能不能踩哦？這真的是一張鬼臉啊！上面呢是有4個字，看起來像是宁善勿惡。這邊是一個出口，原來這裡面呢已經成為了一個牛欄了。現在從這邊出來，這邊還有一條階梯可以下去，從這裡出來就可以走到這條階梯了。哇，這下面好陰森恐怖啊！蒼蠅在這裡亂飛，嗡嗡響。有電危險，這裡原來可能是他們的電房。哇，這裡面好陰暗啊！好多蝙蝠啊，看到沒有？哇，這個屋頂上好多蝙蝠啊，一整群啊！剛剛我下到樓梯的底下呢，聽到這個聲音，好多蝙蝠，趕緊走。這裡還有旅遊購物商店呢。哇，這邊是廁所，好髒哎！來看一下這裡寫着什麼，死得慘啊！這邊的地板呢要稍微的好一些。哇，這裡還有2樓呢，上來2樓看看。這邊不會有很多蝙蝠吧？看樣子應該沒有。這是值班室，裡面都空了。哇，這也是廁所。這裡還有一個圓形的房間，上面的天花板呢都已經拆了。哇，
這裡的牆壁都塌下去了。確認沒有危險才進來。哇，這裡怎麼還鑲着玻璃呢？房間都很小哎。這裡的房間裝修得非常精緻啊，但每個房間都很小。這邊就是建築的盡頭了。熱烈歡迎戰友同仁共赴四川，重整神功，先頭部隊。哇，下面還有一個熊娃娃，超大的。哇，其他的建築呢，就是破爛不堪了。哇，這裡不要進去了，趕緊下去吧。這上面好陰森恐怖啊！現在到這後面來看看。哇，這裡是一個很大的空地哎，都長滿了草了。原來這後面呢是有一個村子，有好多民居哎。你看這山上零零散散有好多房子呢。現在走到前方這一棟只剩下框架的建築來看看。不過看樣子呢，也像是一個爛尾工程。不能說它只剩下框架啊，因為它就是把框架建好了才停工。這上方還有一些建好的房子，但是窗戶還沒有來得及安上。大家往這一面石壁來看一下。這裡有一尊佛像呢，不過這尊佛像它的風格啊，並不像是我們中國的佛像，而更像是東南亞風格的佛像。現在這棟空的建築裡面呢，我看到有一些山羊，已經成為當地村民圈養牛羊的地方了。來看，這裡還真的是有一頭牛哎。從這裡往上面看，這一邊呢，就是屬於豐都鬼城的其中一些建築了。這個廢棄的鬼國神宮啊，就是在豐都鬼城的旁邊。我在這個景區裡面體會到的恐怖啊，其實並不是景區設計出來的恐怖，而是廢棄之後自帶的荒涼恐怖，是人去樓空、盛極而衰帶來的壓抑感。在這裡面一邊走一邊呢，就能想象出當年這裡有多熱鬧。再對比現在的冷清，心裡啊特別的感慨。這座廢棄的景區呢，也算得上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了。上個世紀80、90年代，全國各地啊都一窩蜂的建主題公園、人造景觀，很多只圖一時的熱鬧，不做文化，不重長期，最後一大批啊都倒閉了，荒廢了。鬼國神宮就是其中一個典型。它也提醒着我們，做文旅不是靠砸錢、靠刺激就行。沒有文化根脈，沒有持續的內容，再大的投資，再火的開頭，最後也撐不下去。而從鬼文化本身來講，這裡的石像、雕像，其實都在講同一件事，就是做人啊，要心存善念，莫做虧心事。哪怕景區荒了，這個道理還在。現在的鬼國神宮算不上景點了，更像是一個遺址。這裡沒有門票，沒有管理，只有一片寂靜和破敗。對於喜歡廢墟探險、喜歡人文故事的人來講，這裡很值得一來。但是膽子特別小的人，不建議獨自過來。一座耗資數千萬的鬼國神宮，從人聲鼎沸到空無一人，只用了20多年。門口的那些石像依舊矗立着，豐都大帝的威嚴依然還在，只是再也沒有遊客往來。它的興衰既是一段旅遊往事，也藏着最樸素的道理：心有善念，遠比什麼都重要。